伟大航路克拉伊卡纳岛，佩罗娜看到报纸上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后，悲伤的痛哭。他倒不是同情那些死者，而是忧伤悲惨的老东家莫利亚。莫利亚怎么说死就死了？鹰眼冷漠地赶佩罗娜走开，让她到别的地方去哭。表面上好像不近人情，但鹰眼还是有意无意地安慰了一下佩罗娜。他告诉极度忧伤的佩罗娜，报纸上对莫利亚战死的消息的报道并没有什么可信度，而且在自己的印象中，莫利亚在战场上并没有死。不管是真是假，鹰眼的一席话让佩罗娜安慰不少。这时，受伤昏厥的索隆苏醒过来，鹰眼从顶上战争归来，看到索隆正在自己家里砍狒狒，丝毫不意外，平静地和索隆讲述了顶上战争的惨状，以及路飞悲伤过度、精神崩溃。索隆听到此消息后，再也躺不住了，拖着浑身是伤的身体，一瘸一拐，打算离开小岛。鹰眼看着索隆佝偻的背影，平静地说：“如果你要小船，城堡的西侧就有。”索隆头也不回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承蒙您的关照。”索隆拖着小木舟向海岸走去，却再次遭遇狒狒的袭击。索隆信息路飞一定会遵守约定，回到香波地群岛。狒狒们率先出手，他们不仅学会了索隆的牛鬼勇爪，还能完美的复刻索隆的龙卷风。这下子可棘手了。狒狒们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后，索隆的小木舟被击碎。索隆很生气，看来不打败他们，自己是不会顺利出海的。城堡内，佩罗娜不断地抱怨着索隆的冷漠，实际上在心里默默担心索隆的安危。鹰眼被他吵烦了，打发他出去找索隆。佩罗娜一边喋喋不休，一边飘在空中，四下寻找索隆的踪迹。按照时间来说，索隆应该已经到达海岸了，可是岸边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鹰眼看着自己的红酒杯，想起了第一次见到索隆时的情景，他那异于常人的魄力让鹰眼印象深刻。这样的人才死了倒是可惜。鹰眼放心不下，亲自到阴森的森林里寻找索隆。此时的索隆正艰难地对付一群狒狒。鹰眼出现在索隆的背后，狒狒们明显十分畏惧，不敢轻举妄动。鹰眼告诉索隆，这群狒狒有着模仿人类的高级智慧，待在善良的人身边，他们会变得善良；而待在险恶的环境中，他们就会变得残暴。这个国家在7年前的时候一度陷入战乱之中，尸横遍野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血腥味儿。这些狒狒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，因此学会了使用武器，性情也变得凶恶残暴。想打败他们恐怕不那么容易。鹰眼劝索隆收手，回到自己的城堡里休养一段时间。索隆根本不听劝，管这群狒狒是什么来历呢？自己就不信这个邪，一定要将他们挨个打败，然后顺利的出海。伟大航路纳马库拉岛，被击飞到这里的布鲁克被当地一群思想极端的信徒抓了起来，把他当成撒旦供拜。布鲁克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出了一系列的编曲，信徒们大为惊艳，看来这是撒旦带给他们的咒语，帮助他们抵御一直侵袭他们的长手族。原来这个村庄的村民一直以来不断的受到长手族的侵犯，村庄里没有战士，村民都是老实的种地农民，他们被长手族欺负的走投无路，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外表恐怖的布鲁克身上，迷信布鲁克是撒旦之身，希望布鲁克能够利用恐怖的咒语制裁长手族。布鲁克告诉他们自己根本不会咒语，写下的这些不过是自己创作的音乐而已。大家正说着话，3个长手族的人已经带着武器找过来了。虽然村民们的人数远远多于对方，但是大家就是没有勇气起来反抗。布鲁克把自己所创作的战斗音乐演奏起来，激起人们的斗志，大家瞬间感觉充满力量，拿起武器和3个长手族人打了起来。在布鲁克的帮助下，最终战胜了长手族，将他们关了起来，结束了长时间被他们欺压的生活。布鲁克看着喜气洋洋的村落，心里也很高兴。完成了这些事情，布鲁克决定赶快离开这里，去和路飞会合。通过报纸，布鲁克得知了路飞的境地，他现在只想快速赶到路飞的身边，用自己的音乐安慰他的心灵。布鲁克交代村民放了长手族的人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希望村民们能和长手族和睦共处。结果长手族的3个人被放出笼子后，立刻将布鲁克绑了起来，带走了。这种稀奇的骨头，如果带回长手族的国家，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喜欢，那时候就可以利用它发财了。九沙岛这边，路飞接受了雷利提罗建议，回到马林凡多悼念死者。这件事说起来比较蹊跷，且不说那里依然危险重重，路飞的哥哥死于战场，对路飞来说那里是一个伤心地，回去那里就相当于揭开伤疤一样痛苦。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雷利会建议路飞有这样的动作。雷利和慎平充当路飞的护卫，3人结识了一艘军舰后，顺利通过正义之门，来到马林凡多的内湾。此时马林凡多正在进行战后重建的工程，大批记者在现场进行记录和采访。路飞3人乘坐的军舰进入内湾后，并没有靠岸，而是沿着内湾的海流缓慢航行，并且打出一枚空炮示意。
这一举措立刻引来马林凡多广场上的记者和海兵们的注意。海军们通过望远镜看清来者之后，立刻进行炮击。慎平躲在海里，利用海流过肩摔，将炮弹拦截下来。海军惊愕地发现，原来军舰上不止路飞一个人，除了海侠慎平之外，还有传说级人物海贼王副船长冥王雷利。海军们吓了一跳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路飞乘坐的军舰绕着小岛行驶一圈，进行了水葬礼。海军继续向路飞这边开炮攻击，炸毁了路飞乘坐的军舰。路飞带着雷利和慎平避开爆炸，登上了马林凡多。雷利拔出随身的长剑，告诉路飞尽情的闹吧。路飞冲进海军堆里，大打出手，打倒了一批海军，然后跑到岛中央的奥克斯大钟上，连续奏响了16下钟。接着，路飞又在海军和记者的一片诧异中来到断崖边，献上一束花之后，将草帽放在胸前，面对着一片狼藉的广场默哀。路飞的这一系列举动立刻引起记者们的关注，他们选好角度将路飞拍摄下来。路飞做完了这些事，立刻与雷利、慎平二人乘坐鲸鲨群离开了马林凡多。无论路飞此行出于什么目的，都是一个大新闻。记者们将路飞的照片印上了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。送报的海鸥很快就将这件事传遍了世界各地，甚至世界政府的吴老星也被惊动。展望世界板块，白胡子的死引起了一系列事件。黑胡子海盗团已经在新世界开始了行动，而目前七武海的位置还有3个空缺。冥王雷利突然现身，让人不得不产生各种猜测，到底他是打算联手草帽海盗团重出江湖，还是计划针对世界政府有什么动作？即便是吴老星面对这一大堆烂摊的事情，也是头疼的要命，只好静观其变，看看新世界的四皇们会有什么样的动作。战国向自己的上级世界政府全军总帅空谷递交了辞职申请，准备像卡普一样退居2线，不问世事。时代在变迁，老一代的海兵该让位给新人了。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的，应该是新一代更具活力的海军。2人谈话的末了，战国突然向空谷举荐了下一任海军元帅的候选人物，海军大将青雉。说起新一代海兵，此刻科比正在海军的医院里痛苦的哀嚎。从顶上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，科比的脑海中就一直不断的出现各种受难者痛苦的声音，这些声音把科比折磨得头痛欲裂。医生告诉科比，这是一种名为霸气的东西，中将级别的海军都可以使用这种能力。恐怕科比是在战争中受到了打击而无意间觉醒的。不过现在科比无法很好的控制见闻色霸气，所以能听见很多自己不想听见的声音。只要经过长时间的修炼，就可以熟练地将其掌握。经过顶上战争一役后，斯莫格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，这也难怪。从战争开始到结束，斯莫格一直是被人追着打，他打算一切从头再来，于是向上司青雉申请调去新世界的办事单位透明招驻的 J5 军事基地。青雉想了想，答应斯莫格和上级交涉。在路飞参与顶上战争的这段时间里，同期的超新星海贼已经到达了新世界。基德、霍金斯、乌尔基、贝基等人在新世界开始了各自的冒险和生死争夺战。曾经到达新世界的勇者们都会这样称呼伟大航路的前半段，那片海域简直就是乐园。在新世界的海域里，强者如云，死亡随身。太过轻敌和自大的海贼有几条命都不够活。路飞在马林凡多的这一动作，随着报纸被传到世界各地。草帽团的伙伴们也很快得知了消息，乔巴这边已经告别了岛上的土著居民和鸟类朋友，搭乘着已经成为朋友的巨鸟向香波地群岛赶去。在中途中，乔巴收到了送信海鸥带来的报纸，看到头版头条之后，乔巴惊得瞪圆了眼睛。不过仔细一看，乔巴就明白了路飞的用意。东海的大桥，天龙人从民众当中搜刮了无数财产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桥，并且抓了很多无辜群众充当劳动力，罗宾就是其中一个。不过命运使然，革命军在这里进行一系列救援行动，释放了囚徒们，将罗宾也解救出来。在此之前，革命军早就掌握了罗宾的资料。革命军首领龙诚邀罗宾加入他们的队伍之中，但罗宾的心里惦记着远方的路飞和其他的伙伴，拒绝了革命军的邀请，毅然决定回到香波地群岛。革命军倒也没有强求，提出来护送罗宾前往目的地。革命军驻后方的部队突然得到消息，草帽路飞突然现身海军总部马林凡多，意图不明。考虑到罗宾与路飞的关系，革命军飞鸽传书，将报纸送到了罗宾的手上。聪明的罗宾一看报纸上的报道，立刻就猜出了路飞的用意。他微微一笑，答应了革命军的邀请。另一边，桃色岛卡马巴卡王国，山治正在为了离开这个人妖岛和人妖们争执。这时，岛上的人妖们突然发现一艘军舰正在慢慢靠近。再仔细一看，乘坐军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人妖女王伊万科夫。人妖们欢呼着来到港口迎接伊万科夫。正巧山治在前几集的报纸上看到过伊万科夫和路飞一起行动的报道，他拨开人群来到迎接队伍的前排，想从伊万科夫的嘴里打听到路飞的下落。当山治看到这位传说中的人妖王走下军舰后，两眼瞬间放光，
伊万科夫此时用了女性荷尔蒙，变身成了一个凹凸有致的性感女郎。山治兴奋的不能自已，狂飙鼻血。伊万科夫瞥了山治一眼，立刻注射荷尔蒙，变成大脸怪大叔，气得山治破口大骂。伊万科夫听说山治是路飞的伙伴，于是掏出草帽团的通缉令，一张张核对。山治通缉令上的照片明显与山治不是一个人。伊万科夫根本不相信山治，甚至怀疑他是世界政府或者海军的间谍。山治表示很无奈，要求伊万科夫给他提供一艘船，他立刻离开这里去找路飞。伊万科夫微微一笑，船也没有，爱咋咋地。山治气得直跺脚，没办法，只好用海贼的方式来抢船了，那就1对1单挑吧。伊万科夫很爽快地答应了山治的要求，结果当然是暴揍了山治一顿，将山治打得爬都爬不起来了。虽然伊万科夫并不打算让山治离开，但还是将报纸给了山治。路飞现在安然无恙，只不过他突然前往马林凡多这一举动实在是让人费解。山治捡起报纸吃了一惊，随后陷入沉思。革命军总部巴尔迪格来电，龙向伊万科夫表示了庆贺，毕竟能从吞进城那里逃出来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提到路飞，龙宽慰一笑，他不是小孩子了，根本无需自己操心。不过比起这些事儿，龙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他打算集结世界各地的干部，针对下一次行动进行商讨。伊万科夫倒是对大型的经历非常在意，为什么曾经的同伴如今会对世界政府言听计从呢？镜头转到巴基这边，带领一众穷凶极恶罪犯越狱后的巴基终于和自己的旧部下会合了。借着巴基的光芒，魔奇等一众乌合之众也跟着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成了这群罪犯的大哥。巴基海贼团一下子壮大许多，成为名震一方的大海贼团。世界的风既不向西也不向东，看来是朝着巴基的方向吹来了。从推进城出来后，巴基一路开挂，可谓好运连连。不仅有了一众强大的手下，还收到了世界政府发来的密函，邀请巴基以七武海的身份接受世界政府的召集。这里是伟大航路的香波地群岛，说起来，受到草帽团一点点恩惠的飞鱼骑士团也真是讲义气。路飞在铁船战争出名后，停泊在香波地群岛的桑尼号变成了众矢之的，许多海贼都想将桑尼号据为己有，然后上交给海军。飞鱼骑士团面对众多海贼毫不畏惧，与海贼们大打出手，誓死将桑尼号守护到底。海贼们被打倒了，更棘手的对手出现了。迪巴鲁的手下一边尖叫着，一边向内陆跑去。众人定睛一看，来者居然是王下七武海巴索罗米熊。难道这家伙也是来抢夺桑尼号的？迪巴鲁和手下以及小巴等人立刻操起武器，准备与熊决一死战。夏奇招呼众人冷静，这个熊之前和雷利见过面，估计没有恶意。同一时间，路飞的消息也传到了东海的风车村。达旦看到报道后，高兴得仰头大哭。本以为顶上战争之后，路飞也和艾斯一样凶多吉少了，现在看来，路飞安然无恙，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。达旦举着报纸大声说：“你看艾斯，你拼命保护的路飞，现在好好活着呢。”草帽团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员们，通过仔细观察路飞在头条报纸上的照片，很快明白了路飞的用意。众人松了一口气，决定留在各自的岛上继续修行，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中变得强大，协助路飞前往新世界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